再三消息，奧迪 Malaysia 終於推出了新車。那上一次奧迪 Malaysia 推出的新車是本地組裝的奧迪 Q7， 然後在之前就是奧迪 Q8 e-tron， 還有奧迪 e-tron GT。所以這一次啊，奧迪 Malaysia 帶來了第3代的奧迪 Q5， 售價從352,990塊起。有這個奧迪 Q5 和奧迪 Q5 Sportback， 然後兩款都是 2.0 L Turbo 引擎，搭配這個 7-speed 的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在過去奧迪 Q5 的對手就是 Mercedes 的 GLC 跟 BMW 的這個 X3。但是來到這個2025、2026年啊，其實大家都開始紛紛的走向純電動，就是 BEV version。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最新的 GLC 以純電動走在前面，然後最新的 BMW X3 也是以純電動車型走在前面。所以奧迪的策略就是 Q6 e-tron 是一個純電動平台叫 PPE， 而這個奧迪 Q5 呢就採用一個 PPC Premium Platform Combustion Engine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那至於售價方面就很有意思了，因為我們看過去如果是 CBO 整裝進口的奧迪車型呢，以這個 Q5 啊，它應該至少要賣400到500千。可是為什麼奧迪 Malaysia 可以把這個售價壓在從352,990塊起？因為這個車子它不是在德國組裝，它是在墨西哥組裝，然後馬來西亞跟墨西哥在2018年簽了 CPTPP， 從墨西哥 CBO 整裝進口來到馬來西亞的車輛可以獲得怎麼講，會被徵更少的稅。因為當然啦，352,990塊的這個起步價，它給你的只是2年的這個 warranty。如果你要更多，你要買奧迪 Assurance Package， 又會多一個幾萬塊這樣子啦。說車尾造型方面的話呢，作為燈廠大廠，這個奧迪採用了貫穿式的 LED 車尾燈，但過去用這樣子的燈會顯得太單調，所以奧迪呢就加入了這種一顆一顆的3D 立體式的造型，讓你不管從近從遠，你就能夠感受到車子的立體感。那我覺得這個車子的怎麼講，它的姿態會有一點太騷太小了。為什麼？因為它的屁股很高啊，它的裙子顯得很高，因為它這個地方拉到很高，就會讓到這個噴漆的比例、車漆的比例大幅度的壓扁，所以看起來就比較 sleek、比較 slim 的這一種設計。Of course， 如果你要更加好看的，你可以選擇奧迪 Q5 Sportback。那這個就是怎麼講，它還是必須要在 SUV 的 body type 裡面給到你一個很好看，但是不能夠太過，就點到這樣子剛剛好啊，就跟它的空間一樣，剛剛好就好。那行李箱空間方面呢，這個non-Sportback 版本的 SUV body type 的奧迪 Q5 第3代奧迪 Q5 的空間，我覺得真的就是剛剛好而已，就跟它的後排空間一樣。所以你真的要載很大的東西，我相信任何一個同價位或者是更便宜的電動車可以給到你更大的這個空間，因為它就是一個傳統燃油車的布局，傳統燃油車的這個格局就它當然作為第3代的奧迪 Q5， 它的車身尺寸呢都是比第2代大，但沒有大很多 ，marginal 而已。但是地板底下打開，它還有一點儲物空間這樣子大，所以它夠深。Yep。Alright， 我們來看看這個第3代奧迪 Q5 的內飾。那我先分享我的 first impression。首先就是這個新型的奧迪方向盤，它很多個稜角這樣子，我覺得相當的複雜，然後用了最新的奧迪4環 logo， 這個是全新的設計語言，它應該是奧迪 Malaysia 旗下最新的一款奧迪車型，其他的都是看起來有一點行之有年。然後它的重點就是用了這個14寸的 Curve Display， 但是它跟 BMW 的那個有一點不一樣，因為它多了這種比較弧形這樣子，它看起來沒有那麼硬，沒有那麼工業風，就好像一個家裡的客廳這樣子，還有這種木紋。當然了，這個不是Sportback S-Line 版本，這個是普通的版本，所以所有東西就是點到為止。高級的音響系統嘛，不是 Bang & Olufsen， 然後用了大量的 Piano Black 鋼琴烤漆，然後所有的按鈕等等都是相當的未来有科技感，全部是 Type-C 的接口。然後當然我觉得美中不足的就是你知道吗，350千没有玻璃車頂這樣子。我知道玻璃車頂它可能沒有什麼實際用途，不過你就價錢擺在那邊，你的設備那邊還是會給別人覺得說哈，可不可以給我多一點設備這樣子。然後 of course 這一片東西就是它本來應該是一個 passenger display， 就是他們主打的3螢幕，可是因為價格跟設備的考量等等，它就怎麼講就點到為止啦，所以要看到那個
S-Line 的版本可能才會比較驚喜。所以我們現在就去看它的後排空間，可以給到你怎樣子的一種乘坐空間。Alright， 第3代奧迪 Q5 的後排空間，那首先講真的不是很大，因為就軸距上面呢，在 Q5 X3 跟 GLC 當中，它的軸距是最短的。但短不是因為它有更小的空間，而是因為在奧迪的車頭設計呢，它的引擎跟變速箱的 design 會讓到它的前懸比較短，它不像 BMW 跟這個 Mercedes 那種純後驅平台，所以會做得比較長。But 整體上這個椅子呢，它可以前後滑動，就跟這個 Volkswagen Tiguan 一樣，也是它其中一個賣點啦。然後除此之外，這個椅背可以去調整傾斜程度，但非常的 limited 啦，非常的有限。但是有一個東西是你無可避免的，就是雖然這個是 front wheel drive 的可是因為整個底盤的布局中間凸起來的地方非常的高，差不多凸到這麼高的嘛，那個隆起來的地方。因為如果你買到 Sportback， 它是標配 Quattro 4輪驅動，可是這個是 front wheel drive 的OK， 所以如果你買到你知道嗎 Mercedes 或者是 BMW 的基礎版，它通常是後輪驅動的嘛，所以這個是有一點不同。然後冷氣出風口的地方就沒有太多新穎的設計，就延續了奧迪過去的東西。所以我覺得這個空間真的是一個頭部空間剛剛好而已。而且我現在做的這個只是 SUV 的這個 body type， 而不是 Sportback 的 body type。所以如果是 Sportback 的話，我相信它就會更低這樣子啦。我覺得這個空間就感覺你真的要一個大空間的奧迪，你一定要去到奧迪 Q7。中國叫什麼得房率來講，它是設計是進步了，但是它還是不夠啦。我覺得它應該要多一點 soft touch 的東西。By the way， 它不是那種高配版本來的。這個椅子要傾斜的話，Oh shit， 可以，它可以這樣子 ，But yeah。當然，今天這一期只是這個奧迪 Q5 的 first look 影片，我們之後將會把這個車子開上路，再做一個更完整的影片，只是給馬來西亞的消費者知道，奧迪馬來西亞推出了這個第3代的奧迪 Q5， 然後呢，它採用的是 2.0L Turbo 引擎，然後沒有任何的 Electrify 系統，它不是 PHEV 它也不是 MHEV， 然後它也沒有48伏的系統等等，它是一個 Pure ICE Combustion Engine。2 liter 7DCT， 然後裡面的整個設計語言規格等等都是比之前的奧迪 Q5 更加的有科技感，更加的這個進步這樣子啦。所以歡迎留言告訴我你對奧迪 Q5 的感覺是什麼，你會不會考慮這一台車子？如果你剛好有300多千的預算，在 Mercedes GLC、BMW X3 跟奧迪 Q5 之前，我們講的是純汽油車OK， 你不考慮電動，你不考慮 PHEV， 你不考慮任何的 Hybrid， 我相信這個車子絕對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所以預知更多，記得留意我的頻道，我將會在接下來把這個車子開上路去做更多的這個試駕報道跟分享。所以記得 subscribe 我的頻道 ，Let's move on。